千金难遇好主揪，万金难有好教学。欢迎来到给肥龙一盒桌游。在无尽寒冬美洲原野中，我们将扮演一方部落，想尽办法在这个残酷的寒冬中调派和招募人员，控管资源与探索土地。在最后能让自己部落留下最多踪迹的人，也就是获得最多分数的人，将获得游戏最后的胜利。教学前段会介绍概念和流程，后段会讲解细部规则。如果你喜欢学习中式游戏，欢迎订阅我们哦。或是你愿意支持我们，那欢迎使用超级感谢，还有加入会员哦。本影片将以4人局全选用模组为基础，人数的差异将放在置顶留言。首先看到中央的设置，将主版图放到中央，圣石标记根据背面1和2分好之后，个别放满上面2区，左边放石旗1的，右边放石旗2的。人数标记也是猛犸象这个放在圣石区左下方1的位置。部落牌牌面右上角有头符号这种，按正面分成5叠，然后根据牌中央右边的符号与版图上方对应的符号下方陈列排好，全部面朝上放置。文化牌也就是牌面左上角有石旗1与2的，根据左上角分成2叠，面朝下放在部落排列的下方，并从1中开出8张，然后将提示牌放到2的排堆顶部，用于防呆，让玩家不要补错排堆。中央的设置先到此，这边要先设置玩家的版图，才能继续往后设置。每位玩家做以下的设置：拿取一个玩家面板与移设的所有物件，左边的肉和斧头0的位置各放置一个蓝色方块，其他物件如画面这样摆好。右下角的巨石每叠有2片，2个部落工人放在附近，左边留给抽牌堆，右边留给弃牌堆，右下角留给坟场，请将坟场牌放在此处，下方留给动物牌堆，上方则是休息区和出牌区。随机拿取一张酋长牌与对应的模型，并扣上对应颜色的底座，酋长也视为工人，只是有特殊能力而已。酋长牌自选一面放置，之后拿取个人的起始牌库，请用正面中央左边的符号来进行分类，并挑出其中的部落女子与勇士2张牌成为手牌，余下的面朝下洗混放在左边的抽牌堆。随机拿取一张设置牌，拿取上方的东西，若为肉或斧头就右推自己面板上对应的资源方块，若为符号就拿取对应的部落牌，请看右边中央的分类，拿到的部落牌直接入手。若为动物符号，请从狩猎牌堆中寻找对应符号的动物，并面朝上且立直的放于面板下方。有帐篷符号则先拿起对应数量的帐篷，请从左而右拔起，这些等等会放在地图上。最后拿取一张顺位牌，并根据上方的顺位获得补偿。都结束之后，玩家从自己的牌库将手牌补满到5张。到此玩家设置完毕，接着回到中央继续设置。根据玩家顺位牌上的数字，从上至下放置玩家的顺位标记，并将休息标记全部洗混，面朝下叠在附近，然后翻开最上面那块。剩余的狩猎牌洗混之后，面朝下放在版图旁，并翻开人数加1张的狩猎牌。神像区下方2边都放上每位玩家的神像标记，左下角放置每位玩家的分数标记，100分的那面朝下。最后设置巨石和地图，巨石的部分使用全部的4张巨石板块，并根据建议配置放成对应的图形。地图的部分拿出基础地形放于正中央，拿出6种陆地板块各1片，加上3个冰川板块，然后再额外抽9张地形板块，随机拼成画面上的样貌。余下没用到的地形板块全部移除，将每个冰川板块上面朝下放置一个冰川标记，余下移除。上方放置每位玩家最左边的一个帐篷，设置牌上有帐篷的玩家，此时将刚刚拔起的帐篷一起放在上方。以上是游戏的设置，接着看到游戏的概略流程。游戏仅玩4轮，每轮玩家有3个工人，一级玩家只有12次的行动机会。在这些行动中，玩家将获得各种资源，利用卡牌效果转换物资。游戏中获得分数的方式非常多元，如何利用现有的手牌、物资与工人做出最佳化的策略，便是游戏的重点。而1轮的流程仅有3个阶段，行动阶段是游戏中的主要阶段，会从起始玩家开始派遣工人到行动格上做行动，或是偷懒选择休息。此阶段会轮流到大家都将工人用完为止，之后就进入日食阶段，玩家剩余没用完的手牌在此时可发挥效果。当然，玩家也可以选择将手牌囤到下轮使用。最后进入准备阶段，基本上就是整理场面的阶段。
若已达最终轮，就不用进入此阶段了。在进入详细流程之前，因为游戏中各种机制环环相扣，因此要有些概念才能进入详细流程的解说。游戏有几个大原则：抽牌原则，当要抽牌但牌库不够抽时，就立刻洗混弃牌堆，放到抽牌堆继续抽。另外，游戏中并无手牌上限，因此一直囤手牌是被允许的。箭头原则，除非特别说明，不然箭头效果每次行动仅能至多执行一次。得分原则，游戏中的分数有2种底色，黑底的为游戏结束时才会计算，另一种则是获得时就计算，分数超过100分就翻面得分标记继续计分便可。放置原则，帐篷、村落和巨石标记一律是从最左边开始拿取。奖励原则，除非特别说明，不然在获得奖励的瞬间，也就是获得符号的瞬间，玩家都可以放弃奖励，并根据表格拿取下面的任意阶位的奖励。这个阶位可以从顺位区看出。多符号原则，若一个位置有多个符号或效果，除非特别说明，不然执行顺序由玩家制定，且通常可以全部或部分不执行。获得原则，若获得牌时，包含部落牌、文化牌，甚至野兽牌，所选的种类若已无牌，基本上可以改为获得1分。另外，除非有特别说明，不然买或是获得到部落或文化牌时，一律都是直接入手。野兽牌都是立直放于自己的版图下方。下面介绍到资源的概念，游戏中主要的资源有手、食物和斧头，其中斧头与食物是由玩家面板记录，手则是存在于卡牌上。但玩家在支付手时，可以将食物标记后退，每退过1个手的符号，就会获得1只手。但手因为没有标记，也没有记录轨，因此一次行动完之后，没用完的手就会浪费掉。另外，从玩家版图上可以注意到，食物的上限与帐篷有关。当帐篷撒出去，可以提升食物的储存上限；若帐篷回来，则会回到最右边的空格，方块落在此处会被往左挤。再来讲几个区域的概念。坟墓区，若有埋葬，也就是移除卡牌的话，可以选择手牌、打出来的牌，甚至弃牌队的牌放入坟墓区的坟墓牌下方。玩家随时可以查看自己的坟墓区的牌，这些坟墓区的牌不会失去牌本身的分数，且在游戏最后还会有跳分的效果。圣石区，当玩家购买圣石时，必须从左而右的放置，费用与立即奖励写于格子上，且从此可以看出来，玩家至多只能买3颗圣石。圣石将于每次的日食阶段发动效果，圣石效果请参考说明书的第18页或置顶留言。另外，除非已经跨到时代2，不然只能买左半边的圣石哦。神像区，当获得神像时，玩家可以自选一边自己的神像标记往上1格，但右翼有先后问题，因此右翼往上爬时，若无其他玩家，请放在最左边；若有，则放在目前最靠右的玩家的右边的空格。若爬到的列有分数或是符号，请立即执行。左翼若已达最顶，依然可选择左翼爬，会改为获得1分。另外，左翼最左边这些请先无视，这与终局算分有关。巨石区，当玩家获得巨石奖励时，拿起面板1个巨石放到巨石区，能放在巨石起点或某个巨石的旁边，直角相邻且不限任何颜色，并且获得压住的图示的奖励。其中巨石起点仅能放置灰色巨石，且若放在巨石起点，则立刻再放置1个巨石在箭头指示的方向的相邻格。另外，巨石也可放在任何高度2×2的巨石上方，此玩家会先获得4分。这颗巨石压到的4颗巨石逐颗结算，每颗对应到的玩家也会获得1分。灰色是中立的，因此不会有任何人得分，且也只有颜色的巨石才能叠在2×2的上方。最后是地图区，地图区主要会跟日食有关，玩家此时要尽可能的散布自己的帐篷与村落，来增加每格的影响力，借此来抢夺奖励。另外，帐篷停留或经过到有冰川的点时，请将冰川标记翻面成面朝上。每个点都不限制放置帐篷的数量，但是村落是放在焦点上，而每个焦点仅能放1个村落。区域概念介绍完之后，最后是卡牌概念。部落牌左上角代表着此卡牌提供的手数，中央左边代表游戏结束时的分数，即使这张牌进入了坟墓，依然会有这个分数。下方偏上代表着打出时的能力，例如这张牌就是执行狩猎时，若打出这张牌会额外多1只手。能力不必打出就立刻使用，可于行动中的任何时刻发动效果。最下方代表着日食能力，若在日食阶段打出，便会执行的效果。
接着是文化牌，概念上其实较为单纯，打出来就是执行上方的能力。这种牌没有日食效果，但在日食阶段打出来，或许可以混淆对手的判断，这个后面会进行说明。酋长牌代表酋长模型的效果，每次派出酋长模型时，若有达成上方的条件，可获得对应的奖励。最后是野兽牌，获得野兽牌时，将其立值放到自己面板的下方。当有横置符号时，代表可以宰杀自己的立值野兽，将野兽牌横置并获得下方的奖励，通常是食物或是工具。躺下来的野兽不会参与最终的成套计分，但剩时可能会计算横置的动物，因此宰杀的动物不能弃置。游戏中还有非常多的图标，遇到问题请参考说明书的20页，细节规则也会放在置顶留言。接着看到行动格的解释，每种行动格有3个部分，而每种行动能容纳的功能是无限制的，但执行时必须从上到下依序执行。第一部分只要资源够，可以做无限次，此格若有多种行动，执行顺序不限且可穿插执行。第二部分至多仅能做1次，而第3部分仅每轮第1个到此的功能能执行，建议将这个功能覆盖原签以防呆。这3个动作彼此无因果关系，效果和限制不会跨格执行，每个效果每个符号都可以放弃执行。而游戏中的行动格只有4种，接着将会从左而右逐个说明。任命主要在购买部落牌与压缩牌库。第一部分是购买部落牌，此行动每种牌至多被指定买1次，且买来的牌不能马上在此行动中立刻打出当手来使用。玩家可以指定没有排队的牌，这样会改为获得1分。中间则是选一个部落牌到弃牌，并且可以埋葬1张牌。下面则是爬一个神像鬼与埋葬1张牌。下个行动是发展，主要在购买文化牌与圣石的地方。第一格是购买1张面朝上的文化牌，买完之后不会立刻补充。中间是购买1颗圣石，记得若还没到时期2就不能买右半边的。下方则是获得对应的资源。接着是搬迁行动，此格主要在移动或放下帐篷与放置村落。上面的部分是放置或移动帐篷，中间则是选一组3个彼此相邻且皆不位在中间的帐篷，将这3个帐篷归还到自己面板，并在焦点放置一个自己的村落。若放置的村落附近有冰川标记，对每个相邻的标记立即结算1次。下方则是放置一个帐篷与移动一个帐篷。狩猎行动主要在找寻、豢养与狩猎野生动物的地方。上面的行动是尽可能的翻开2张狩猎牌到狩猎区，狩猎区仅有6格，若狩猎区已满就不能执行这个行为。另外是获得面朝上的狩猎牌，但除非狩猎牌堆加狩猎牌区都没有牌，不然不能指定空格来获得1分。中间则是横置，也就是宰杀自己1张动物牌，并获得这些野兽的奖励。下面则是从牌库顶获得1张野兽牌，若狩猎牌已无牌堆，则改为获得1分。有了以上这些概念与行动格解释之后，就可以进入详细流程的解说了。首先，行动阶段，也就是顺位区最靠上的玩家开始轮流进行回合。该玩家回合时会依序的执行下方几个步骤。首先会先决定是否打出 N 张文化牌，若打出 N 张文化牌，就必须弃置 N-1 张额外的手牌。执行完这些文化牌之后，放置一个自己的功能到行动格上执行行动。行动期间可以打出任何张数的部落牌，但除了执行行动，玩家也可以选择偷懒，将功能放到面板左上角，并执行这个区域的行动，也就是抽1张手牌，并横置1张自己的动物。但偷懒顾名思义就是不能打出任何部落牌。另外，每轮首次选择偷懒，也就是休息的玩家，会获得休息板块最上方那块的奖励，或者是也可以将这个奖励片面朝下放到底部，然后获得目前最顶的休息板块。这个板块可于此次的休息行动区的任意时刻使用，不管有没有使用，都会面朝下放回休息堆的最底部。确认执行完毕之后，此次行动打出来的牌会全部进入弃牌堆。若玩家放置的功能是第3个，处理完行动并清掉打出来的牌之后，必须准备日食牌库，请将想要发动的日食效果的手牌面朝下放置在自己面板的休息区，能放的张数不限，甚至不放也可以。当所有人行动完并准备好自己的日食牌库后，就会进入日食阶段。而日食阶段会依照下方的步骤执行。首先将轮次标记放到右边的日食格，之后所有玩家同时翻开自己面朝下的牌，将手的数量统计起来。若有功能在休息区，每个功能提供 1.5 个手，翻开来的文化牌会弹回手上。另外，此阶段不能支付实物来获得手，
统计完手之后，就重置顺位区的玩家标记，有手的多至低从上而下的放置，平手玩家则逆向放置。一级本来较低顺位的玩家会优先靠上放置。根据新的顺位，玩家轮流依序执行下方的奖励，一位玩家全部处理完之后才会换下家。首先会获得顺位区右方显示的奖励，而休息区的牌会逐张发动日食效果，有多张的话效果自定。执行完毕后拿取地形奖励，每块地形确认一下自己是否有控制权。帐篷对该点的控制力有1，村落对于相邻的控制力都有2。若某块地你至少有1控制力且为最高，不必是唯一的，就会获得此地点显示的日食效果，而执行的顺序自定。之后玩家获得自己面板上日食效果的奖励，例如圣石效果、抽牌效果、斧头与神像效果。简单来说，下半部露出什么东西就拿什么。都拿完之后，顺位下位玩家开始拿取奖励，直到所有玩家都拿取完毕之后，就进入准备阶段。将轮式标记右移一格，若跨过时代符号，请将时代1的所有文化牌，包含牌库全部移除游戏，并将时代2上的提示牌也一并移除。从没有提示牌的文化牌堆补充文化牌至8张，所有玩家拿回工人。狩猎牌尽可能补充至人数加1张。翻开休息标记最顶的板块，若休息标记此时已经是面朝上了，即本轮无人偷懒，就将此板块面朝下放到底部，然后翻开目前最顶的休息标记。每位玩家最后从牌库抽5张牌，但因为这不是效果获得，因此此时不能改拿次等奖励。游戏将会持续的执行行动、日食和准备阶段，等到第4轮的日食阶段结束后，游戏便会结束。分数轨上的位置为基础分数，加上下面几个最终的加分。神像区左翼若有爬轨，根据所到的区域加总自己剩余的斧头加食物，每 N 个可以换成1分，向下取整。神像区右翼若有爬轨，则将决定玩家埋葬的分数，请统计自己所有坟墓区卡牌的张数，并根据自己的名次获得埋葬分。同列者先到先赢，例如第1名的人若买5张牌就会获得10分，第3、4名都是看最右边的这一格，然后将自己所有手牌、抽牌和弃牌以及坟墓区的牌全部拿起，加总所有牌左边中间的分数，最后看野兽牌，所有同类型也就是同色的且还立值的野兽牌放在一起，根据下方进行成套收集分，每种仅计算1次，加总后高分者获得胜利，平手则目前顺位最靠前的人获得胜利。以上是无尽寒冬美洲原野的所有规则。下面看到游戏的其他扩充，中文版中还有其他几个扩充，包含3个中等扩充与3个小扩。3个中扩分别是先祖传奇、冰河航行与洞穴壁画，3个小扩分别是北极光华、仪式之地与犬类自由。之后可能会拍摄个介绍，开箱时也会解说这些扩充的玩法，但应该就不会特别拍教学影片了。另外游戏也提供了单人规则，但因片长这边就不特别赘述了。接着看到游戏的心得总结，无尽寒冬美洲原野是款机制上环环相扣的欧式策略游戏，游戏中元素多元且得分路线也广，游戏中需要控管各种资源以及一定程度的抢快与互动，更不用说还有许多扩充会增加耐玩性。若桌友们最近在找一款有趣多元又有互动性的经营策略游戏，这款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这次的教学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请帮忙按订阅、喜欢和留言。每个礼拜2晚上给肥龙一合作的频道都会有新影片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